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央视出手就是王炸，40集民国谍战剧来袭，肖战当会计，在账本里潜伏。如果要说今年最让我产生生理性压迫感的一部待播剧，那一定是谍报上部封顶。不是因为它枪战多激烈，也不是因为反转有多高能，而是他几乎用一种反谍战的方式，把潜伏这件事拍成了一种漫长而无声的消耗。尤其是肖战饰演的任少白，在那场雨夜对仗的片段里，几乎重新定义了观众对特工的认知。外面大雨倾盆，水汽顺着窗缝渗进来，他的眼镜被雾气糊住，慢慢往下滑。雨水沿着冰冷的金属镜腿，一滴一滴落进衬衫领口。他却没有抬手去擦，也没有调整姿势，只是坐在那里，盯着桌上那一摞密密麻麻的账本。没有配乐，没有剪辑的加速，没有任何危险逼近的提示。镜头甚至刻意拉长，让时间变得迟缓、粘稠，仿佛连空气都在凝滞。也正是在这一刻，很多观众才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所谓的潜伏并不是枪林弹雨里的生死搏杀，而是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精神消耗，是在无数看似枯燥的细节中把一个人慢慢磨空。说真的，这剧的设定就够邪门的。时间1948年，地点南京。那时候国民党都快不行了，经济崩得跟雪崩似的，金圆券一天一个价，比废纸跌得还快。我们的男主任少白干啥的？财政专员，听着挺唬人吧？实际上天天蹲在国防部财务处那个破办公室里，算军饷到底亏空了多少钱，核对粮票发没发到位，连长官去咖啡馆签的单子，他都要拿回来对3遍。他的武器是啥？不是手枪，是钢笔和算盘。他的战场是啥？不是街头巷尾，是一张张密密麻麻的报表和账本。这哪是特工啊，这不就是个高级会计吗？可剧里说了，当年地下党真有人就是靠审计处、资源委员会这些地方混进了敌人心脏，历史档案里都记着呢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潜伏可能就藏在这些最枯燥、最不起眼的数字缝里。女主更绝，周雨彤演的蓝又因，她丈夫也是地下党，牺牲了，留给她一本会计笔记。她不是那种突然打通任督二脉的密码天才，她是拿着这本笔记，在面粉厂每天往外运货的发货单里找坐标，找规律。数学对她来说不是光环，就是工具，跟裁缝手里的剪刀、账房手里的算盘一样，是实实在在干活用的家伙时。他后来为啥跟人动手？不是因为争风吃醋，是他查账查出来，那个人参与过北平军调部的一场黑枪暗杀，那事儿当年被压下去了，报纸上都不敢登全。你看，仇恨的源头都埋在数字下面。我的说这剧的细节，简直抠到令人发指。任少白那身行头，灰蓝色的中山装，领口摸得发白，皮鞋底薄的都快透了。这不是为了造型旧，是为了告诉你，这个人没钱换，也没心思换，他所有精力都用在别处了。还有那个档案室的铁门，剧里拍他打开的吱呀呀转整整一圈，里面的楼梯全是螺旋的，人走上去，镜头跟着转，真感觉像被吸进一个巨大的卷宗坟墓里，压迫感太强了。听说为了让演员找到感觉，开机前让他们背了半个月1948年的金圆券兑换率表，1毛钱的涨跌，可能就决定了一份情报能不能送出去，一条命能不能保住。这压力，想想都头皮发麻。演员这次也挺拼。肖战为了演好那个长期精神紧绷、身体消耗巨大的状态，据说减重了不少，脸上那种疲惫和警惕不是演出来的，
是有点真挂在箱上了。周雨彤也得去学怎么看老账本，理解那些复杂的会计科目，不然你让一个现代人去看几十年前的账，根本看不懂，戏也就假了。这些功夫，观众不一定能直接看出来，但感觉会对。感觉这东西最骗不了人。现在这剧还没播呢，光是预告片和片花就在网上炒翻天了。最搞笑的是优酷的弹幕，有人真的拿着计算器跟着剧里算均响缺口。我记得有个片段，任少白发现军需科虚报了374袋面粉，弹幕里就有人算，按当时黑市价差出来1.2万金元券，这够买半条命了吧？底下跟了好几百条回复，都在讨论他算的对不对，物价准不准。好家伙，看个谍战剧成了全民数学大练兵。这场景放以前你敢想？现在预约人数早就破100万了，都在等6月份开播。央视这次也挺有意思，居然和优酷一起播。央视的调性大家懂的，正剧范儿。优酷呢，弹幕玩得飞起，一个求戏，一个求嗨。他播这剧，我感觉就不是冲着什么红色特工的宏大叙事去的，他就是想把那种极致的、令人窒息的真实拍给你看。人在那个系统里，在那个快要塌掉的时代里，连呼吸都得卡着点，账错一个数，人可能就没了，报表晚交1天，交通线可能就断了。没有那么多热血沸腾的突然觉醒，就是日复一日，在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混乱的经济数据里，默默地把该对的数字对完。我有时候会想，我们看了那么多谍战剧，习惯了主角光环，习惯了关键时刻总有转机。但如果真的回到那个时候，一个潜伏者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凶残的对手，而是日复一日的琐碎、孤独，以及面对海量数据时那种渺小和无助。他的相信，他精心篡改的某个数字，最终真的能变成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。这种相信有多难？如果让你选，你是愿意当那个拿着枪在街头冲锋的战士，还是当这个坐在办公室里，用一支笔、一本账决定无数人生死的隐形人？哪一种更需要勇气？或者说，在历史的洪流里，到底是账本厉害，还是子弹厉害？这事儿我还真想听听你们怎么看。